礼拜五的晚上，你会想要去哪里凑一下呢？对于很多人来说，答案可能是跟朋友去喝一杯，但在很多国家，这可能是老人的答案。调查显示呢，在日本、欧洲等等的地方，年轻人越来越不爱喝酒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年轻世代为何不爱喝酒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近年呢，在许多的国家，年轻世代似乎出现了脱酒精的现象。与许多的年纪呢，大约在20、30岁的年轻人说，他们不再热爱下班喝一杯，而且比起喝酒开趴隔天宿醉，他们更喜欢呢在半夜12点前就结束聚会，然后回家准备洗睡。去年日本一份调查就指出有超过90%千禧世代的年轻人表示他们很少或根本不喝酒。日本官方数据更显示，在20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有1周喝酒3次习惯的人，也从1999年的20% 掉到了2022年的7% 了。而且不只是日本有这种状况，巴西的一份调查显示，18到24岁的年轻人当中，有喝酒习惯的比例不仅在逐年下滑更是呢在2023年首度被45到64岁的族群给超越。此外，澳洲、欧洲、美国等等的国家也都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年轻人喝酒的量跟频率都在逐渐的下滑，甚至呢还有越来越多年轻人滴酒不沾。今天的影片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不爱喝酒了吗？如果是真的，那又是为什么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你知道2027年 AI 将取代8300万个工作吗？如果你也不想被时代淘汰，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要分享的新商业学校线上课程。它是我跟团队很常关注的经理人数位时代旗下的学习平台。他们专门为职场工作者、专业经理人量身打造知识补给课程，包含了商用英文、沟通谈判、培养领导力、品牌行销等等。像是一流工作者的商业思考框架，这堂课呢，讲师就提出了10个简单易懂的思考方式，加速大家解决工作上遇到的问题。像我们平常很需要创意发想、高速产出灵感，其中曼陀罗思考框架就能够帮助团队有系统的思考，提升工作效率，非常推荐大家去了解。现在新商业学校还有限时优惠，4月底前全站课程只要65折，结账输入 Shasha 500还能够现折500元。在许多情境下，我们都会透过一起喝酒来建立与人的联系。简单来说，就是喝酒社交。日本就有句老生常谈喝酒聚餐是让职场人际关系圆滑的开始。所以日本职场里面充斥着各种饮酒会，例如员工入职时的欢迎会、员工离职时的欢送会、岁末年终时的忘年会等等。西方研究也指出，在聚餐场合讨论商业建议更容易被接受，因为一边吃美食一边喝酒的气氛会让人心情比较放松、比较愉快，而这也是应酬的原理之一。此外呢，喝酒有的时候也能够带来认识新朋友的机会。在酒吧文化盛行的地方呢，酒吧代表着不完全陌生也不完全熟悉的社交环境。在这里人们能够放下戒心，把一些心里话告诉那些只在酒吧有交集的朋友。好比英国酒吧就是退休男性最爱聚集的地方，他们的朋友关系呢可能仅限于酒吧里面，但这样的友情呢却支撑他们在离开职场之后不至于过度的孤单。而至于朋友跟情人之间的社交，更是不用多说。喝酒时放松的气氛或者是酒吧里面昏暗的灯光，都有助于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即使呢有醉酒失态的风险失态呢也能够让人们展现出不为人知的一面，有的时候反倒让人感觉更加亲密。不过，就像前面讲到，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呢，喝酒或许已经不再是社交的首选，而这又是为什么呢？分析认为这种现象呢，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是经济考量，因为年轻人本身的经济能力比较不稳定，再加上近年的物价上涨，所以呢，对于一些人年轻来说，喝酒甚至喝到醉是一种比较奢侈的开销。而另外一个原因呢，则是跟网络形象有关。2019年 Google 的一项研究显示，76% 的 Z 世代认为随时随地掌控好自己的生活大小面向非常重要。对他们而言，真实的自己已经跟社群形象脱不了关系。不论是新认识的朋友、网络上面的陌生人，甚至要面试的公司，都有可能透过社交媒体去评断自己可能是怎样的人。所以，万一酒醉失态的影片在网络上面流传，就可能会变成某种社会性死亡，严重影响自己的生活。而在维持形象的前提之下呢，有部分年轻人对于喝醉酒会造成的负面效果非常敏感。像 Google 的同一份研究就指出，有41% 的 Z 世代呢，把酒精跟脆弱焦虑、失控等等的关键字连接在一起。而这些关键字呢，可能来自于他们的亲身经验，比如隔天宿醉的痛苦，或者清醒以后才发现自己做了烂决定，发生让人后悔的性关系。还有人说，他们讨厌借酒浇愁之后，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自我厌恶感。
这些让人讨厌的后果呢，让很多年轻人决定打起精神，拥抱清醒理智的现实世界。而这样子的渴望呢，正好跟一个新兴的思潮 sober curious 不谋而合。Sober curious 这个词是来自于2019年一位英国作家书。这个自创名词呢，原意是对于清醒的人生感到好奇的人。它的概念呢，并不是要人完全戒酒，而是呼吁大家要更有意识的、有控制的饮酒。目标呢，是要与酒精建立更健康的关系。这个概念呢，在近年来大受欢迎，许多人呢会在 IG 上面自称为 Sober Curious， 也有许多的团体呢定期举办实体的聚会，练习如何实践 Sober Curious。其中的一个常见的实践方式是透过专注当下的冥想技巧，在喝酒时专心的品尝每一口的滋味，同时观察自己的身心理变化，来意识到自己喝到什么程度就能够获得满足。他们认为这种方式能够帮助人们找到最理想的饮酒量，也能够在有限的饮酒当中，将喝酒的愉快与满足感最大化。那除了冥想之外，也有人发起了1月无酒精运动，号召人们呢禁酒1个月，然后再回头的审视没有酒精的生活感觉怎么样，酒精又曾经带给自己哪些好与坏的影响。有些人说，在体验过 Sober Curious 的生活之后呢，他们觉得自己与酒精的关系变得更加健康了。甚至有一小部分的人发觉自己其实一点都不爱喝酒，从此成为了滴酒不沾的完全清醒者。年轻世代饮酒的风气下降呢，除了体现在 Sober Curious 的思潮之外，也大幅的影响了全球的酒精市场。报道指出，近年来许多国家的酒精饮料呢，整体的消费状况都呈现稳定下滑的趋势，尤其在年轻人这个区间最明显。取而代之的呢，是无酒精市场的蓬勃发展。根据调查，全球无酒精市场的规模在2021年已经来到250亿美元，并且预计在2025年会增长到460亿美元的规模。那在这个潮流之下呢，各大酒商也纷纷的推出了低酒精跟无酒精的饮料。像日本的 Asahi 呢，就陆续推出了好几款酒精浓度低于1% 啤酒，海尼根呢也有 0.00 酒精啤酒。此外呢，台啤也有零酒精的金牌 Free 系列，并且呢销量也稳定的成长当中。那除了通路上面的饮料之外，有一些酒吧开始主打低酒精或是无酒精调酒，比如日本呢有些酒吧店内就提供了超过100种酒精浓度3% 以下的饮料，而他们的客人呢有 70% 都是20几岁的年轻人。甚至还有芬兰的厂商发明了一款酒精减度剂，只要把酒装到这个机器上面等个15分钟，机器就可以借由化学的方式把酒精的浓度降低1/3到1/2，而且还能够保留原本葡萄酒的风味，让你呢就算在家也能够满足低酒精需求。但话说回来，如果喝酒曾经是一种重要的社交方式，那年轻人不喝酒又要怎么样社交呢？前面一开始呢，我们有说到常见的喝酒情境，包含像职场朋友、伴侣间维系感情，以及用来结交新朋友。那就工作应酬这一点来说，许多日本的年轻世代表示他们其实没有想要跟职场上面的同事还有前辈当朋友。比起下班后应酬，他们更看重自己的私人时间，偏好公私分明，也更不愿意呢在职场上面承受人情压力，所以自然呢也就不需要靠喝酒跟公司里面的人变得亲近。而至于朋友间的感情维系，有分析认为对于网络原生世代的年轻人来说，只要上网，随时呢就能够跟朋友聊上个几句。所以如果真的要约出门，他们的目的通常会更加具体，例如看电影爬山、旅游等等，就不会只是单纯的喝酒聊天。另外，要交新朋友的话呢，也有报告指出比起在酒吧跟陌生人闲聊，看有没有机会遇到聊得来的人， Z 世代呢更偏好用主打社交的交友软体，直接锁定有共同兴趣的人来认识。比如突然想玩桌游，就上线揪一团也爱玩桌游的朋友；想要去爬山呢，就找这个也爱户外活动的人一起去爬。因此，有分析认为社群平台、交友软体的盛行，已经让年轻人的生活充满各种人际关系了，所以不喝酒对他们的社交状况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不知道荧幕前的大家今年几岁是哪个世代的人呢？以我们团队来说，大家的年龄大约落在20到30岁，应该呢属于很多调查当中定义的年轻人。那我们之中呢，的确有人几乎没有在喝酒不过会喝酒的其实也不少，而且也没有年纪越小喝越少的趋势。所以一开始我们听说巴西年轻人周五不再跑趴喝酒的时候呢，觉得很意外。没有想到后来一查才发现日本年轻人也有脱酒精的现象，甚至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时候，无酒精市场已经成为了未来的全球趋势。这就让我们很好奇那我们台湾的年轻人饮酒状况到底是怎样？不过很可惜的是，我们目前没有办法找到足够有力的资料，去说明台湾近几年来这个20-30岁的年轻人到底是更爱喝了，还是更不爱喝了。以国健署的全国成年人调查来说，18到29岁的人一年内曾经喝酒的比例，在过去3次的调查当中都差不多，都在55%上下。
不过最新的报告呢，已经是7年前的了，不太能够代表近年的状况。那虽然去年有一份调查显示，大专生30天内的饮酒率呢，已经从2020年的44% 下降到了2022年的38%，但这个调查对象比较限缩，似乎还不足以帮整个台湾的年轻世代代言。那么今天的提问就让我们借机来向大家做个调查，你觉得台湾现在20-30岁的年轻人有普遍不太爱喝酒的趋势吗？我觉得有，我周遭的年轻人大部分都不喝酒。B 完全没有，我觉得年轻世代明明喝得很凶，所以没有特别注意爱喝或不爱喝都可以啦，酒后不开车就好。给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年轻世代的饮酒趋势。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哪种啤酒最好喝，以及癌症年轻化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